嘿，大家有没有發現最近幾年股市漲全部都是靠那幾個科技巨頭公司撐着 ？They're also known as Mag 7， 外號就是七巨頭。其實這也不是什麼新鮮事兒，十幾年前大家追的就是包括谷歌、Meta、亞馬遜這些。現在還是這些科技巨頭公司在狂漲，其他的很多股票都在降。最近我就是看到一篇 article， 專家會跳出來說這個叫做市場畸形，或說 this is a signal， 就是有可能會馬上暴跌了。但是事實真的是這樣嗎？美國一所知名的商學院 Carey School of Business 做了這個研究 ，Dr. Bassem Binder 他把過去100年的數據全都翻了一遍。Summary is， 在過去的100年裡，股市能夠賺錢，也就是靠着極少數的幾家龍頭公司。這不是什麼活久見的新鮮事兒，而是股市一直以來的常態。這位教授整合的資料是1926年到2025年，整整100年，将近3萬只股票，他翻了個遍。他的發現是，這3萬多只股票裡面有一半以上，算起來居然都是虧錢的 ，specifically 是負6.9%。更誇張的一個 finding 是，過去這100年裡面，股市裡面創造的所有財富，整整有一半是僅僅由46家公司貢獻的。他告訴了我們2個核心的啟示：第一，就是不要賭單一的股票，一定要長期買入整個市场。過去的100年裡面，整個股市一共給所有的投資者創造了91萬億美元的財富。如果你把1美元放進整個美股大盤組合裡面不動，100年後它就會變成15401塊美元。但是如果你怕風險求穩的話，而把這1塊錢放到美債，100年以後這個1塊錢只能變成25塊多。所以用 article 裡面 quote 這個教授的原話就是 In the short term, the stock market could drop 50% in less than a year. In the long run, the stock market has been a tremendous wealth-building machine for investors. 第二個這個文章的啟發就是，真正的股市投資贏家都是靠活得久加上複利。他的研究發現，過去100年裡面，美股創造財富最多的公司都是我們知道的那些公司。光憑近幾十年賺到的錢，就直接衝到了這100年總賬本的前5名。那這些公司也是大家都知道的，比如蘋果、英偉達、微軟，還有亞馬遜，這5家公司加起來就已經創造了整個美股過去1世紀超過20%的財富。而 specifically 是蘋果和英偉達這2家公司就已經貢獻了超過10%的財富。所以回到我之前的邏輯，真正想要靠股市投資賺大錢，它其實是一個比較無聊的遊戲 ，which is really good for people who want to do passive investment。像我，你不用靠一次操作对了，也不是靠短期的暴漲，而是看着你投資的這些公司在自己的時代裡面不斷創新，不斷的擴張變大，把時間的複利的力量發揮到極致。大家都想要知道下一個英偉達10倍股是什麼，但是這份 study 告訴我們，真正改變財富的軌跡往往是那些能夠活下來持續成長幾十年的偉大公司。除了我們剛剛說的 tech 公司以外，還包括幾個比較經典的 example， 比如說賣煙草的奧馳雅，或者做建材材料的 Vulcan， 或者就是 IBM。 他們這些公司都有一個共同的地方，就是他们沒有什麼花哨的操作，他們只是在長達100年的這個時間線裡面就是一直活着，不停的在 increase 自己的 profit。 看到這裡可能很多人會問，那如我是不是找到下一個英偉達就好了？但問題是我們總是回頭看很容易，往前找到就很難了。我們都知道今天英偉達、蘋果這些公司是贏家，但是你如果倒退20-30年已經成功的預測到了，那估計你也不會在這兒看我的視頻了。而且大家應該也聽說過這個分析，就連那些每天在研究股票，然後以選股為事業的 fund manager， 大部分人長期下來也是跑不過標普500的 return。這也是為什麼越來越多投資專家最後就是也得出這個無聊的結論，就是與其花時間去找下一個英偉達，還不如擁有一個夠分散的投資組合，讓自己可以 build 一些 automatic investment， 自動買入、自動持有，這樣才最有可能成為一個成功的 investor。投資成功很多時候不是因為你特別聰明，雖然 we don't want to admit that， 而是因為你在這個牌桌上待的時間夠久，保持低成本，繼續投資，不要因為市場的漲跌而情緒化，
這些聽起來非常的無聊，但这也是这些数据一次一次證明，就是能夠真正幫助大部分人積累財富的，往往就是這些最樸素的原則。我從這個研究裡面學到什麼？總結就是對普通人來說，投資最大的挑戰不是找到下一個英偉達，而是承認自己可能找不到。因為如果你可以接受這個，那事情就變得更簡單了。你不需要去預測下一個10倍漲幅公司是什麼，你只需要確保自己長期的待在市場裡，等下一個英偉達或者蘋果出現的時候，你的 fund 裡面自然就會擁有它。